三小姐，请留步。你又来做什么？三小姐紧张什么？莫非这玉竹轩藏了海匪逆贼不成？傅大人想搜吗？那就先拿出搜查令书出来。三小姐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大人方才是在逗你呢。此次前来是因庄宇池受了刑罚，恰好是由大理寺负责惩戒，大人这才让我买了些伤药前来慰问探视。那姐夫是走错路了，你应该到广同院那边去。周如因今日午后在广院茶楼见了一个人，傅大人为何知晓此事？你已知道他见何人？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我难道要坐以待毙？三小姐算无一策，倒是我多事了。告辞。等等，我虽知他们二人私会，却不知他们具体密谋何事。你可打探到了？京城茶楼酒馆众多，不是每一家都有我大理寺眼线的。赶狗不入穷巷的道理，三小姐你是明白的。如今你在周如茵的心尖上剜了一块血肉，她自然不会饶过你。你还是先想一想，有无把柄在杨平手中。傅大人，为何如此帮我？但周凶案，我有包庇之嫌，不想受你牵连，你好自为之。降临此间，洒甘露于九州，垂碧釉于寰宇。吾辈当怀敬畏之心，承先贤之智慧，感神君之恩德。礼记承袭，神奇行兮，举驾惊兮，声誉惊兮，遥享珍惜，永和平兮。怎么回事啊？如茵，辛苦了。都是妾身应该做的。这是何物？为何不拿到殿上去？老爷，佑昌夫妇本就是义男人士，又有代老爷和主母将三小姐养大的这般恩情，如今他们故去许久，想来儋州也并未设下灵牌，我便想着趁今日祭祀大礼，将他们二位也供奉到大殿之中，也好积累福德，让他们早日脱离轮回之苦，往生极乐。如是甚好啊，倒是我疏忽大意了，还是如茵有心呢。佑昌夫妇名下并无子嗣，唯有三小姐从小承欢膝下，虽未血脉相连，但也是最亲近的。不如便由三小姐将这灵牌请入到大殿之中。也是，韩燕深受书神养育之恩，也该由韩燕来代劳啊！啊！是，书婶待韩燕犹如亲女，他们的灵位也该由我来供奉。
你当真要我在会馆祭祀之时，指认庄寒燕是杀人凶手？你不敢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啊，总觉得近日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，只怕在接风宴上这么一闹，已经打草惊蛇。你放心，京城乃天子脚下，难道还怕他把你绑去了不成？不如验尸文书，你暂且交给我保管，明日我再还给你。庄寒燕，你站住！狼儿，你这是做甚？你松开我！沐风，此人扰乱祭祀大典，将他拖出去。你们俩果然是一伙的。庄寒燕，是你杀了张佑昌夫妻二人，是你杀了他们。各位老爷，各位大人，我有冤情要揭发，快让他放了我！放手！把话说完。老爷，大人，张佑昌夫妻二人，并非死于海匪，而是庄寒燕杀了他们。你这丫鬟，你在这胡言乱语什么？是啊，若无实证，不能乱说呀。我当然有证据。庄寒燕，是你亲口认罪，还是我来替你说？我无罪可认，但你如此搅乱祭祀大典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怕我还要问你一个诬告之罪。狼儿，你是因我才被赶出庄家，即使你心中恨我，也不该拿此事污蔑于我。这些便是证据。这是什么证据啊？自从你回到京城之后，你便口口声声说张佑昌夫妻二人与你相处和睦，一家人相亲相爱，他们对待你犹如对待亲生女儿一般，是不是？那又如何？你还是不说实话。我被赶出庄府之后，便去了一趟儋州南漳镇，四处走访询问，这才得知你从小就受这对恶叔恶婶欺凌虐待，你早就恨透了他们，满身伤疤便是铁证。你一个孩子在胡诌什么？多年以前，庄寒燕出逃家中，头破血淋躲在林家，可这张佑昌追了出来，拿了一张渔网把他套在网中，一路拖回家里，惹得许多人都来看热闹。住口！已故之人，岂容你空口污蔑？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庄寒燕她绝非善类。就在去年，有一次，庄寒燕被打急了，竟夺了砍刀，在家中乱砍。幸亏当时张佑昌躲闪及时，即使是这样，还是被砍下了半根小拇指来，否则他是要出人命的。此事当时闹得太大了，县衙捕快全都来问过一番，一定也有记录在案的。寒燕，他所说的，可做得真呢？此事不假。叔婶待我恶毒，我亦对他们恨之入骨。我将这些过往瞒下，一是心知叔婶已故，往事已矣，不必再去损伤已故之人的声誉；二是父母自小将我送去儋州，我若如实禀告，倒像是在责问怨对父母，只会徒惹家人内疚伤心。如今既然得以归家，又有亲人相伴，那些过往仇怨，自然应该放下，否则就是自我折磨。既然你还不认罪，那就请大理寺傅云溪出来说句话吧。前些日子你亲临儋州彻查此案，
却说是有什么海匪作乱，可南章镇偏僻贫瘠，怎么会有海匪作乱呢？你是有心包庇。此地并非公堂，你亦非官吏，我没有义务和你说。我大理寺官差，岂容你如此出言不逊？你口口声声要举报他人，可有何实证啊？我自然有证据，这便是儋州南章镇县衙之中仵作验尸的文书记录。这文书之上清清楚楚记录，张佑昌夫妻2人虽然身有刀伤，却是死于尖锐利器扎穿脖颈。仵作根据伤势推断出，这行凶之人竟是一个身高5尺有余的女子，而这凶器或是一只发簪。庄寒燕，你还不认字？寒燕，他所说的，你以此便认定是我杀人？难不成儋州只我一名女子？难不成儋州只我一人带有发簪？那便要问问傅少卿了。此案疑点重重，你可有如实上报给大理寺啊？若普天之下每一桩案件都要上报大理寺，难道由你来办吗？今日乃会馆大忌，不便在此争辩。既然此案还有诸多疑点，即刻将庄家嫡女庄寒燕押入大理寺待审。庄大人，得罪了。严大人，万万不可呀！严大人，此案今日交由本官亲自审理，大理寺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一套刑具用下来，即便是黑风寨的绿林好汉子，也得俯首认罪。姑娘，还是快些招了吧，至少能免除一些皮肉之苦。按大理寺律令，嫌犯受捕入狱，着先行审查，若不吐露实情，再上12道大刑。你凭什么对我用刑？懂得倒是不少。到了我大理寺刑房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住手！穆司职有何吩咐啊？来，傅大人的意思，通融一下。傅少卿也敢来掺和这宗案件，可此案现在由严大人亲自主审，我拖延不了太久。明日再审，可好？最晚今夜子时，否则我也不好交差。行，那就此时。不要轻举妄动，大人再想办法。大人，朗儿口供已签字画押，现在人已经走了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背后有人指使，定不会再松口，没必要与他耗费时间了。那这庄家3小姐，咱们还救吗？今日庄家连遭大难，保佑寒烟避祸归家，保佑佑昌的案子早日水落石出。老爷，3小姐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这大理寺刑狱，连阎王进去都要掉半条命，我不该早些年把寒烟送去儋州，这些年
让他遭了多少罪啊！有傅家的姑爷在，想来他们不会过于为难三小姐的。朗儿这丫鬟现在何处？妾身也不知晓。实在想不到，当初因为三小姐把她赶出家门，她竟然是个如此的倔性子，竟然跑去了儋州。他既存心报复，想来是不会再见我们了。老爷，不如您再出去走动走动，看看是否还能再疏通一二。对，我这就去。三小姐身陷大理寺牢狱，疏红没能完成主母嘱托，照看好三小姐，请主母责罚。起来吧，我都已知晓。主母，您救救三小姐吧！大理寺最善严刑逼供，即便是冤案也要坐实。自她归家之日起，我便安排你在她身旁随侍。你来说说看，她当真是被冤枉的？这，奴婢不敢妄言。要我说，此事不假。主母，现在不是论真假的时候，您快救救小姐吧。我并不打算救她。主母，我想方设法，想让她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可她半句也听不进去。正如我当年一模一样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得自个儿去撞那个南墙，撞得头破血流，肝胆俱裂，撞得骨肉离散，家破人亡，才会知道什么是疼，才会就此回头是岸。即便是我今日救了他，日后也一样是死路一条。可是，即便主母为三小姐记忆深远，也得眼下先活下来再说。淑红，暂且不必为此事忧心。方才主母得闻今日会馆变故，心中并不确信，便去玉竹轩探寻三小姐踪迹。可三小姐在大理寺牢狱，并不在玉竹轩。我自知道，她房中之人自会救她性命，只是可能她要付出一些代价。房中之人是谁？站住！我有事要问你。今日会馆到底怎么回事？儋州凶案一事已经暴露，此案已由大理寺卿亲自审查，我也不得插手，所以才来找你。你要问什么？庄寒燕为何要杀书沈二人？误杀。前因后果告诉我，我要知道有没有转圜余地。我不知道。那日我去寻他，入院已是满地狼藉，2具尸体横在地上。你从未问过他？他有何吩咐指令，我便拼命去做。但他不说的事，我也从来不问。我们2人向来如此。他现下人在何处？大理寺刑狱，今夜子时便要受12刀大刑。若他认罪，是何下场？残杀亲眷，有悖人伦，重刑，午门外凌迟。那夫妻2人只是庄家故交，与庄家并无血缘。若非周如因使计，让他当众将2人领位，送入会馆大堂之中，或许此事还能分说。可眼下，
你要去哪儿？我去自首。人是我杀的。你可知道，大理寺12道大刑都有什么？斩指夹棍、挑筋剥皮、断手越足，你就不怕？左右不过一死。他值得你如此牺牲？没有值不值得，能救他便好。你这般忠勇，我属实钦佩。但你现在贸然前去自首，太假了。你有何办法？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。你心意已决。是。庄寒燕有份口供记录，海匪共有7、8人，面目并无其他异样，个个身穿藏青衣饰，身上还有古怪刺青。我还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不要告诉他，是我。但我要知道，你究竟是谁，与庄寒燕什么关系？赶紧的吧，最后一个了。庄家三小姐，子时已过，该受刑了。传大理寺卿口谕，扮猪凶案真凶已落网，庄寒燕即刻解押释放。